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沈富雄委員、吳崢發言人、陳金輝委員、尹乃菁主委、李波議員。好，打來打去啊，真的叫火上加油啦。這是在燒油田、燒氣田哦。以色列跟伊朗猛轟對方的油氣設施，又打油又打氣啊，這個很麻煩哈。那伊朗呢，去轟科威特。把科威特境內最大的煉油廠用無人機來攻擊，你看這什麼叫我們現在學什麼叫不對稱戰爭？民進黨每天要花不對稱，花那麼多錢，這叫不對稱。一個無人機把你個煉油廠給炸了，就不對稱了啊！所以呢，黑煙串天，你看搞成這樣子哈，已經進入第3週了。川普大概做夢沒想到搞這麼久，雖然他當時講啊，可能可以打什麼2個月、3個月，但心裡想的一定很快，速戰速決。結果呢？因為伊朗回轟，他們不都說伊朗已經沒有武器了，還是有無人機了，還是有飛彈呢？所以呢，油氣飆升哦，昨天已經漲到118塊啊。那另外呢，說伊朗也是互轟命脈，就是油源的能源的命脈，所以呢，天然氣的供應恐怕會中斷好幾年。前天我這邊講，我說他現在打，你自己想的，打下去後那個管線這煉油廠就是管線，煉油廠就是管線，管線通通炸掉了。要重新鋪這些管線很麻煩的，果然你看，所以可能要中斷好幾年了哦。供應它不是都沒有，但是就是要修啊什麼很麻煩。歐洲天然氣也飆35%，所以呢，大家擔心會不會有通貨膨脹？哦，應該是會有了哦。川普說了，我已經親自打電話給納坦雅胡，不要去打伊朗的天然氣。你打人家天然氣，國際的油價飆高，國際的這個天然氣飆高，我美國也是受害啊，物價一高。這個油氣一高，物價一高，其中選舉我怎麼選啊？而且那個可惡的聯準會主席已經講了，鮑爾說我可能還要加息啊，降息可能要加息啊，不加息怎麼抑制通貨膨脹啊？你他要你不是整我嗎？哦，所以呢，他已經自己打電話給尼坦雅胡，叫他不要。但是我覺得以色列不會聽他的了。他說尼坦雅胡叫他不要那樣做，那尼坦雅胡有聽我的，他就不會那樣做。他自己想象啊，好吧？美國要罵，現在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日本都說我們會為荷姆茲航行安全來盡力，但如何盡力沒講哦。那另外呢，荷姆茲海峽因為被封鎖卡死了，那到底油剩多少？台灣的油可以維持100天哦。那緬甸、越南、菲律賓更慘，他們有很多地方已經開始管制了啊。那另外呢，這個伊朗說要徵收安全通行費了哈。那專家說伊朗沒有理由降溫，因為呢戰爭可能會打到5月啊！天哪，5月哈，我也不用去意大利了哈。我要從杜拜轉啊，我訂的那個 Emirates 啊，哦，我本來想怎麼也拖不到5月了，看到5月。哦，慘了啊！趙先生大概在走那個沒有旅遊的命，好不好？不知道，不能看獅子，也不能去杜拜，好不好？轉了，當然不從那邊轉，還可以從跟留台灣，還可以從別的地方轉，還從別的地方轉啊，好不好？所以聯合報社論說，現在大家殺紅了眼，賴政府還在慢慢想核能，因為前陣子說核2啊、核3啊，因為我們的核2、核3大概就是跟2個廠啊，一個美國的西屋，一個是GE啦，這2個廠哦。那這2個廠，一個是雙回路，一個是單回路了啊。它這個細節不談了，反正還要叫原廠來嘛，要慢慢來。那昨天有人說，你趕快發布緊急命令啊，就可以用了哦。雖然這個那個原能會的主委說還是要檢查，當然要檢查嘛，核2還是最重要。但是你發布緊急命令，立刻用，因為現在打仗啊，這不符合緊急命令條件嗎？符合啦。對不對？在這種情況下，趕快先把核能盡速的啟用嘛，盡速的趕快嘛哈。美國派了2200個陸戰隊從琉球到中東，說呢要奪島，說如果他把那個伊朗的這個能源重鎮這個葛斯木島呢，如果把它拿下來，也許可以逼伊朗放棄呢去管制這個荷姆茲海峽哦。那另外呢，川普說我沒有要派地面部隊，那你沒有派地面，你派了2200個人去幹什麼呢？而且還要增援好幾千人。川普說：“我就算有，也不跟你講。”哦，那大家都知道已經去了哦。那另外呢，到底該不該？美國會不會派地面部隊？全美國做民意調查，1545個成年人，這個很高，誤差小於正負3呢。全美國65%都認為他會。
但是你贊不贊成，只有7%人挺。美國人現在討厭到國外打仗，尤其派部隊去。我們看一下。伊朗南帕爾斯天然氣田遭以色列空襲後陷入一片火海，火勢冲天，火舌沿線竄燒，伊朗以牙還牙，飛彈落在海灣國的能源設施。科威特的米納阿赫麥迪煉油廠被伊朗無人機襲擊，燃起猛烈火焰。卡達拉斯拉凡這座液化天然氣設施也造成嚴重損壞。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得接連傳出爆炸聲，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商沙烏地阿美的煉油廠也在無人機攻擊後冒出濃煙。中東護工能源，美國總統川普看不下去了。I told him don't do that, and he won't do that. President Trump asked us to hold off on future attacks, and we're holding out. 因為再打下去，全國將深陷能源供應危機。The oil prices immediately jumped by 10% to $119 per barrel, and gas prices in Europe rose by 25%. 美國航空母艦福特號在紅海戒備，日本與歐洲5國也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準備協助商船安全通過荷姆茲海峽。老沈怎麼看？我覺得國際輿論說這個戰爭大家都殺紅了眼，我不是很同意啊。我覺得大規模的停火不是現在已經開始，也就馬上就要到來。而且比我們想象中的要來得快，因為我覺得現在除了以色列繼續打，對他利多於弊以外，我覺得所有的相關單位，包括伊朗啊、美國啊，還有周邊的阿拉伯國家，不管是敵人還是友人啊，大家都覺得再打下去不但很累，而且好像傷害損失都遠大於好處。哇，油這個東西是很微妙的。油跟氣啊，你殺過頭了，傷了自己，也傷了對方，而且後來會變成全球一起殺，沒有一個得以幸免。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都覺得累了。那尤其是川普你不能靠他那個嘴巴，他即使快要完了，他還是講得很好聽。你看他一路從那個委內瑞拉是關門打狗啊，關門打狗很順。手到擒來，就把那只狗抓到紐約的監牢關起來了。但是你從委內瑞拉來到伊朗就不一樣了，這個伊朗不是關門打狗，伊朗是圍牆斬貓。你曉得歷史上斬貓成功而可以歷史傳至很久的，就南拳斬貓，那是禪宗啊。那伊朗這只貓，如果你把整個國家看成一只大貓的話，它是10命怪貓啊。你已經斬了9條命，它還有1條，但是這一條很厲害，這一條斬不死的，而且它反撲的力量還相當驚人，相當有效，相當廣大，相當有深度。但是如果你細看伊朗內部的組織，這是怪貓的裡頭是一群小貓，而且這些小貓是一一排列，所以伊朗的高級官員有講，你們看錯了我們，你們殺我們哪一個都沒有用，因為我們殺了前仆後繼，前面那只貓掉下去了，後面那只貓補上來了，沒差。你抬多節嘞，抬多節，東征台馬沒差，這就是韌性，你知道嗎？所以你們民進黨一天到晚說要學韌性，學誰有韌性？這場戰爭有韌性的是伊朗啊，難道你台灣要學伊朗嗎？所以我那天就開玩笑說，要建議你帶團去中東訪問拜訪，學習經驗，你要深入。德黑蘭啊，不是看這邊的。吳崢回來就要變國防部長啊！看我並趙大哥那一團。所以他們今天還在講韌性啊，有韌性的一方是不對稱、相對弱勢的一方，而且是挨打的一方才能表現韌性。你打贏了，你哪裡需要韌性？所以輸的一方才要韌性。而且你細細觀察那個伊朗今年的情況，有韌性的不是人民啊，他們一天到晚想要訓練人民。跟人民有什麼關係？只要美國不登陸，跟人民沒有關係。所以呢，他們的韌性就展現在高層啊，在軍方啊，在神職方面啊，他們真的是打不死的。所以韌性在伊朗，韌性在高層，你們要向敵人學習的。不過重要的是這樣，我覺得川普
現在欺負南下啊，剛好這個西方這邊5國加日本6國，你剛才有那個國旗嘛哈，我細細看到那些，讓我想起來8國聯軍跟8國聯軍的重疊度非常高啊！你看德意英法什麼，我以前都背了8國聯軍的8個國家，俄德法美日澳意英。那個時候也有英法德意和。那個時候也有日本啊。对啊，有日啊。有德國，有意大利都有，很像啊，就8國聯軍嘛。這些人我覺得他們勉強答應說好，我們去幫你忙啊，去掃雷啊，去什麼？因為基於共同利益啦，而不是基於道義。基於共同利益這個表示一下，我覺得這個有效。因為我覺得伊朗它可以惹得起這個阿拉伯周邊所有亦敌亦友的這些有氣的國家，但是他得罪不起這些人。一旦這些人靠近了，而你傷了他們，那這個後果就把戰爭擴大。但是我覺得最得罪不起的是誰？你知道？中華民國。所以川普在希望有人幫他忙，都不敢喊話台灣來。他說日本，我已經幫你忙40年了，你這個時候怎麼不幫我忙呢？那我問你，美國保護台灣幾年了？不止40年了。但是川普這麼希望人家幫他忙的，都沒有講要台灣的海軍出面了，因為台灣的海軍不管他強還是弱，打不得的。有人打了台灣啊，你想想那個後果，都不需要任性了。台灣這是求之不可得，我們就介入世界大戰的一員吶，你這樣多好哦！你等於說台灣應該自己主動宣布，我們派軍艦去了，海鯤號去。但是我告訴你，這些都不會發生，因為美中無事，台海無事。現在再回來，我回答我。開戰後第一次看到美軍 F-35戰機我們想買 F-35都不賣我們呢，我們想死了買 F-35，我們想買2種東西，一個是 F-16CD 型，然後也不賣，我給你搞個 V， 然後我們想買 F-35，說你新加坡都賣了，日本都賣，為什麼不給我們呢？不給你，為什麼呢？第一個它是隱形戰機，老美最先進的，第二個如果是它 F-35好幾型，如果海軍的話可以垂直起降，多厲害啊！垂直一般只有直升機能垂直，一般飛機都要跑道的，對不对？以及那個你看航空母艦上都要什麼尾鈎啊、勾住啊、彈射啊等等，這個可以在航空母艦上垂直起降。結果呢，居然被伊朗說被他打到了，而且還給你看個畫面，你看鎖定它了，砰，冒出火光來伊朗說我打到了，美國說沒有打到然後呢說這個已經緊急降落，奇怪還能降落，表示沒有全毀了飛行員沒事那現在呢，美軍至少損失了16架軍機，除了人家 F-35，有5架加油機不是在地面上被打傷了嗎？那這個我看他是說損壞的叫10架死神無人機，這個我們買了4架當時我們買了4架就花6億美金，後來聽說有一點降價，我說這麼貴啊，一架飛機1億5千萬美金啊，一架飛機45億台幣啊，然後呢，一架飛機100-200萬美金，幾千萬了不起了，這個非常貴的死神，而且這死神通常是斬首人家，很厲害。就是說有10架這次是被毀了，另外呢有6架戰機，有的是自己撞的啦，有的反正是打仗的時候各種狀況都有發生了。好，現在進入第20天了，馬上就要快週末就3個禮拜進入4個禮拜了戰爭部長說目標不變，什麼目標呢？把伊朗發射飛彈能力摧毀。讓伊朗的核子武器把它不能發展這2個他目標，他們說目標還是這樣，那到現在達到沒有那另外呢，五角大廈說這個他們提了6.4兆的國防預算，為了伊朗打仗再提2000億美金，說呢如果你給我這個錢，2秒內我就把伊朗打敗了。川普前2天還說5分鐘我就把海格塞斯島把它全部毀掉，伊朗就完了那我說你為什麼？已經毀了，為什麼還要再毀？為了好玩，記得嗎？川普說為了好玩，現在要再追加2000億美金。美國1年的預算已經9000多億，將近1兆美元了。美國一個國家的軍力第一名，比2、3、4、5、6、7、8加起來都多。大陸的軍費原來是我們的17倍，那現在我們提高它提高沒那麼多，它現在大概是我們的大概7、8倍。
美國的軍費是大陸的4、5倍，哦。那另外呢，這個國會會不會給他通過？說恐怕不容易哦。那他的戰爭部長說，我們是殺壞人，需要花錢的，因為壞人就自己就死了，要花錢殺他。川普說2000億美金算什麼？很小的代價。看一下 We've obliterated their just about everything there is to obliterate, including leadership. Their Navy'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川普又大誇特誇美軍打到伊朗無法開火，就在同一天被爆料美軍有價值1億美元的戰損。Two sources tell CNN a U.S. F-35 stealth jet made an emergency landing at a U.S. air base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it was struck by what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Iranian fire. 伊朗官方也公布狙擊美軍 F-35戰機的畫面，這是美伊戰爭爆發後首度有 F-35被伊朗炮火擊中，好在緊急迫降中東基地，飛行員平安無事。Number two, though, Jake, there were 3 F-15s that had their crews evacuate and crashed around Kuwait over a week ago now, and indeed the KC-135 refueling aircraft, which crashed in Iraq. 根据彭博統計，自開戰以來，至少16架美國軍機被摧毀，其中包括10架死神攻擊無人機，另外6架軍機嚴重受損。因此，五角大廈要求追加2000億美元，約6.4兆台幣的資金。$200 billion. I think that number could move. Obviously, it takes money to kill bad guys. 戰事擴大之際，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聽了川普的話，承諾不會再打伊朗的天然氣，還稱美伊戰爭將比預期快結束。好，美國的戰爭部長說，你們這些盟友不知感恩，還有媒體，哦，老沈，你們這個亂講一通，不知感恩，忘恩負義，你們都患了川普失調症。川普對你們多好啊，幫你們解決伊朗的問題啊。哦，說打了3禮拜，美國原來國債39兆、38兆，現在快破39兆，可能40兆。你看看那利息一定要付多少利息？美國利息又高哈。那什麼時候停戰？戰爭部長說沒有時間表，川普決定，一人說了算。哦，川普說就說，我們大家都不必講，講了沒用啊。哦，那這個另外呢，就是川普曾經說哈，說伊朗要打他們，但是呢，情報局總監加巴德，我看這個也快下台了，他說呢，還要10年。至少要10年，現在是不可能伊朗打我們的。那川普說要打，川普說先打以色列，再來打我們，所以我們要先發制人，先打他。來，金惠委員，我看到這個 F-35是我們一直很向往、希望買到的這個軍購，但是台灣人也看到了，原來戰爭沒有想象的這麼便宜，或者是戰爭沒有想象的這麼簡單，他在戰場上還是有可能受到損害的。那川普就回到國會說：“哎，你這個。” 6天好像花了110億美金啊，他現在還要再追加2000億美金，結果不但是他這個在野黨委員有反對，執政黨委員也跳出來反對，他們會認為現在美國人開始覺得，我們要花這麼大的代價去做這件事嘛？所以反觀我們台灣，下禮拜立法院有一個重頭戲，就是我們要對這個軍購特別條例做審查。我們也想要讓全民知道說，這個審查就算在美國，執政黨委員也是要來審查的。那尤其是大佬剛剛一直在講韌性，所以。我們黨團在意的是什麼？我們上禮拜很多委員就質詢到了，現在這個全軍的編憲比只有79.2%，志願役只有76.9%。我換句話講，軍購我們一直買，可是我們基層部隊人員補不齊，尤其今年2月是中華民國史上最低的出生率，6000多人，所以這樣子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嘛。我們在意的是，當然軍購對於這個交貨的期程，還有它的效益，我們每一樣都要好好的討論。但是我們真正想做的，就是要把待遇提高，超時加給，還有這個軍社以及所有軍官、軍民家屬一起照顧，做起來心理支持。馬文君委員上禮拜就跟卓榮泰院長吵起來嘛，卓榮泰院長說有加，但其實他們加的是戰鬥部隊。難道我們維修的官兵就不重要嗎？保養的官兵不重要嗎？後勤的官兵不重要嗎？我們現在人力的韌性很缺乏，所以國民黨希望除了在審軍購以外，我們要重視到這一部分。另外，立法院的預算中心對之前很多國防預算的評估列出很多延宕還有缺失，像是舉例
多用行政用途的無人機採購案內容不明，不知道怎麼審，還有戰術行進的這個無人機合格的操作人仍然不足。舉例啦，非常多，洋洋灑灑列了很多。這個是立法院預算中心點出來的問題，並不是在野黨在亂講啊。所以我們支持軍購，但是我們反對黑箱。我們支持國軍，我們不會對弊案背書的。那因為我們現在從這個例子，我們就看到說，一場戰爭出現高端裝備受損、超高額的軍費，連美國自己的國會也會猶豫，民眾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所以我們想想台灣會怎麼樣？我覺得台灣是沒有本錢像民進黨這樣子的樂觀啦，把它拿來當口號，實際上做的是哩哩啦啦。南京。這次川普發動的這場這個中東戰爭，這個史詩級的怒火，它也會變成是一個史詩級的教科書。這個地表最強大的美國攻這個伊朗，為什麼到目前為止好像還是被伊朗牽制住了，好像被掐住他的咽喉了？伊朗呢，它就完全就是一個不對稱作戰的一個典範了哈。地理政治呢，就是地緣政治，因為呢，美國呢可以用這樣子的快速的去把馬杜羅夫婦呢逮回到美國去，他這個地理上面的條件來講，還是距離比較近啊。美國這次呢出動了，不管是軍艦、航空母艦，然後 F-15戰鬥機，它是要萬里奔馳到伊朗去作戰。如果說今天呢，美國跟伊朗的地理位置呢，他們就只隔了一個海峽，或者是呢，就是甚至於是說，假設是陸地連接的話，伊朗呢完全不是美國的對手，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因為現在各種條件上面的差異，最重要的是地理環境的限制。今天呢，如果說F-35戰機真的是被伊朗的防空火炮呢是擊落，它是隱形的，對，隱形的時候你看不到，還能被打下來。對，所以說呢，現在的這個講法呢，就是會兩邊的說法是有差異的了哈。伊朗革命衛隊這邊當然是非常高調宣稱，你看它着火了哈。但是呢，根據呢美軍的中央司令部呢，他們呢僅證實就說 F-35戰機在飛越伊朗執行戰鬥任務的時候，被迫緊急降落，哈，被迫緊急降落。被誰迫呢？對，所以說他們其實是承認了被迫緊急降落，但是有沒有像這個伊朗革命衛隊這樣子，砰！哎，那個火光還蠻大的耶，那火光還蠻大。如果這個是真的話，這是不得了的，表示呢，伊朗的防空的炮火呢，竟然能夠擊中美國 F-35的隱形戰機，這個是不得了的一種展示哈。這次的戰爭有幾個現象了，第一個就是看起來這個窮那個窮沒什麼用了。鐵穹啊、金穹啊，以及賴清德現在搞是台灣盾啊什麼，看起來如果對方彈如雨下的時候，你可能會被穿透。不是說完全沒用，但是呢，不是說100%能夠防治。第二就是什麼隱形不隱形啊，什麼死神不死神啊，看起來對，而且它這個耗費這個完全不成比例嘛哈。美國這邊已經燒了國債，它國債都要突破這個39兆了。然後呢，現在呢還要去跟這個國會呢再拿2000億美元，就是你要燒到什麼時候哈？就說當這個俄羅斯去入侵烏克蘭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俄羅斯打的其實也是哩哩啦啦哈。當時呢，很多人在笑這個俄羅斯，哎，不如想象中的強。可是呢，烏克蘭展現的韌性呢，它現在呢有一點點後繼無力的，就還是因為地理的因素嘛。他們的土地連結，如果今天呢，俄羅斯呢，它現在是有點慢慢打哈。蠶食鲸吞的這樣子打。如果說今天那俄羅斯呢要使出殺手鐧，他要弄你一個這個戰術核武的話，那這樣不得了。這個所有的這個國家都擔心捲到這場戰爭裡面的時候呢，俄羅斯反而就有了一個掐住烏克蘭的咽喉的一個利器。一樣的，在這個伊朗的這場中東戰事裡面。伊朗呢，它是如此的，它花了那麼小的金，它到目前為止，它也沒有擊沉美國一艘航空母艦，它也沒有擊沉什麼美國給它多大的一個戰力的損傷。可是光是它用它的無人機的騷擾戰，它就讓美軍呢就感覺到就是有點施展不堪手腳來。還有最重要的是，它掐住了荷姆斯海峽的這個咽喉哈。到
目前為止呢，雖然呢這些國家呢說我們願意採取相關的行動，但是沒有一個人要具體的承諾說我要出軍艦啊，因為這個是要把你的國家整個的捲入到戰爭裡面，這就是實際上參戰的這個實際的行為了。誰要付出這樣一個代價？你看，像英國、盎格魯撒克遜，他們這個五眼聯盟最緊密的國家，他到目前為止的時候，他也不願意承諾說我要派出軍艦吶。因為他們要汲取上一次在伊拉克戰爭的這個教訓嘛，所以對於川普來講的話呢，他現在呢還是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原點，你要如何的迅速的宣稱這個勝利，然後把這個戰爭給收束起來，否則伊朗現在打的這個戰爭，他去攻擊卡達的天然氣，他就足以呢讓卡達17%的天然氣癱瘓，時間長達5年。川普最怕的就是這個啊！而且卡達是賣給我們天然氣的，對啊，我們天然氣是從卡達買的，所以川普最怕的就是這個啊！伊朗呢，我反正這個赤腳的不怕穿鞋的，我把全世界的這個經濟都拖垮了，我本來也就一窮二白，我怕你什麼？怕的是你們這些富國，是你們這些有錢的國家。所以呢，他掐住了川普這個咽喉之後呢，現在就是要看川普怎麼樣在一刻之間、1秒之間快速的宣稱勝利，然後把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呢收束起來，他才能夠避免更大的損失。乃菁剛剛講，我突然想到，俄羅斯為什麼也不怕打烏克蘭，慢慢給你打哈？他的總統他也不是真的選舉啊，伊朗是這麼選舉呢？你們是要選舉的人呢，我是不要選舉的人呢？穿鞋的怕光腳的，選舉的怕不選舉的，休息一下再回來。我不選舉。